Hello， 大家好。就在昨天啊，加拿大政府发布了2020年秋季经济声明。这个声明中呢，有一项计划对房地产市场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个计划呢，就是在国家一级啊，加拿大打算征收海外买家税。换句话来说，可能就是打算在全国征收海外买家税。这个计划呢，可能会在明年内推出。我们先一起来看看2020年秋季经济声明的原文是怎么说的。在这个声明中的第4章第8节 4.8.2.2 这部分呢，是对外国非居民业主对加拿大住房的非生产性使用征税。文中提到对加拿大人来说，住房价格通常是无法承受的，特别对于那些想要购买第一套房子的人，外国非居民投资者的投机导致了许多加拿大人无法承受现在的房价。为了帮助加拿大人更加安全和负担得起的住房市场，政府呢致力于确保外国非居民业主支付其应该付出的成本。加拿大政府将在明年采取措施，实施一项针对非税务居民、非加拿大人拥有住房的国家税制措施。全文呢就提了这么多，没有进一步说明这个计划如何实施啊。我们可以通过之前的一些资讯来分析一下。其实早在加拿大上次联邦大选的时候啊，特鲁多就曾经宣布过，连任的自由党政府呢将加征海外买家税，解决外国买家炒房推高房价的问题。特鲁多宣布选举后新的住房措施呢有2点。第一点呢是对全国非居民的房主征收1%的房地产投机税和空置税，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意味着对已经买房的外国购房者征收额外的税。此前加拿大仅在 BC 省和安大略省实施海外买家税，在 BC 省海外买家税是 20%， 在安大略省海外买家税是 15%。新的政策一旦实施啊 ，BC 省的海外买家税将上升至 21%， 安大略省将上升至 16%， 加拿大其他的省将从 0% 上升至 1%。这也是为了防止那些被迫退出 BC 省房地产市场的海外买家迁往加拿大其他省份，并且继续推高其他地区的房价。第二点呢是首次购房者优惠加码，比如将温哥华、维多利亚、多伦多申请购买价格优惠的最高限制提高到83万加元。此前自由党提出首次职业优惠计划，允许年收入低于12万加元的首次职业者购买首付仅为 5% 的房子。这些家庭呢将从加拿大贷款和住房公司，也就是 CMHC 获得 10% 的贷款补贴。然而在这个项目中啊，最高的借款额不得超过48万加元，首次职业者购买房子的总房价不得超过50万加元。由于允许的房价上限太低啊，无法帮助高房价领域的潜在买家。特鲁多宣布会把温哥华、维多利亚、多伦多地区优惠贷款限额提高到78万9千加元。也就是说，对于温哥华、维多利亚和多伦多的首次职业者来说啊，如果他们的年收入低于12万，并且呢可以拿出 5% 的首付，这样呢他们可以通过该项目购买一套最高价格为83万加元的房子。这样呢对于加拿大本地的购房者来说就是一个大好消息，因为就算是在加拿大房价最高的城市，购房者也可以利用这一优惠项目买到自己满意的房子。再来分析一下这个政策对多伦多、温哥华的房地产市场会有什么影响。我个人觉得这个政策对加拿大这2个房地产市场影响可能会非常小，微乎其微吧。因为多伦多和温哥华已经有海外买家税了，而且税率都很高。BC 省是 20% 的税，安省呢是 15% 的税，这2个省的房价本身就很高，海外买家的实力也相对更强一些，雄厚一些。如果只是增加 1% 的海外买家税，把海外买家税分别变成 21% 和 16% 啊，这个影响可能就微乎其微。但是如果要增加经常性的税收啊，比如说每年交一次海外买家的投机税，这个影响就难说了。先来看几个统计数据吧。外国买家拥有多伦多和温哥华公寓房的比例中超过1/10。在多伦多，2019年非居民房屋所有者拥有 2.6% 的存量住房。这数字呢已经很高，但大部分集中在2016年至2019年之间建造的公寓中。在这个细分市场中的非居民比例占到 7.7%。新建公寓供应中，每10个单位中就将近有1个流向了非居民业主。尽管已经有海外买家税和经常性的税收，大温哥华地区的非居民业主市场更大。2019年，大温哥华地区约有 4.3% 的住房
归非居民购买者所有。如果统计细分市场，2016年至2019年间建造的公寓房，这一比例就跳涨到 13.6%， 算起来就是在7个单位中就有1个以上是非居民购买者。尽管已经征收高额的海外买家税，但非居民拥有率仍在稳步上升。接下来再看看这个政策对蒙特利尔和哈利法克斯这样的城市有什么影响。CMHC 统计，2018年蒙特利尔公寓中有 1.4% 是非居民拥有的。哈利法克斯在2018年的公寓供应中有 1.1% 为非居民拥有，这使蒙特利尔成为加拿大第3大非居民市场，而哈利法克斯则成为第5大非居民市场。在 BC 省和安大略省加征 1% 的海外买家税可能没有什么区别啊。蒙特利尔和哈利法克斯等一些市场短期内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影响，因为毕竟是增加了一个新的税种。我觉得这个影响呢，可能也只是局限于对买家的心理会产生一点影响，有一点不快的感觉啊。但是我觉得这种影响不大，因为这2个城市的房价本身就远低于 BC 省和安省，而且呢，海外买家税的征收比例只有 1%。长期来看的话，如果加拿大政府不推出经常性税收，每年征收一定比例的投机税，那么从长期看，我觉得根本就起不到阻止海外买家的作用。但是呢，如果每年征收一定比例的投机税，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至于明年会推出什么样的政策，究竟是一次性征收 1% 比例的海外买家税，还是每年征收一定比例的经常性的税收，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啊。明天我可能会分享关于加拿大房地产市场已经开始降温方面的资讯。如果您对加拿大生活以及房地产方面的资讯感兴趣的话，那就赶快订阅我的频道吧。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